KO。她是比张伟丽还要勇猛的中国散打女王，自学苦练10年侧踹腿法，终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登上擂台连续侧踹，将外国女将踢得哭爹喊娘，怀疑人生，更是一脚险些踢断对手3根肋骨，吓坏现场观众和裁判。此人就是有着山东散打一姐之称的传奇女将鄂美蝶，恐怖的拳脚和刁钻的腿法，让她在擂台上几乎是无敌般的存在。而自踏上职业道路以来，便一帆风顺，不仅包揽了所有散打赛事的冠军奖项，还曾替国出征，拿下了奥运金牌。甚至10年侧踹腿法的艰苦磨练，更是让他达到了巅峰造极、无人能敌的地步。然而，就在他连捷越战越勇之际，却偏偏有一位踢拳王者不信邪，来自罗马尼亚的搏击冠军科丽娜跑来中国，直接向鄂美蝶发起了指名挑战。别看这家伙长相甜美，就觉得他好欺负。虽然他职业生涯中只打过8场比赛，但不仅无一败绩，甚至还有6场比赛都以 KO 的结局拿下了最终的胜利。因此，面对中国的散打女王科丽娜，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。反观鄂美蝶对这场比赛也有着十足的信心，既然对手送战绩送到了家门口，那他岂有不收下的道理？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鄂美蝶，蓝色短裤则是罗马尼亚选手科丽娜。两人一上来没有过多试探，直接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拼拳换脚。科丽娜作为罗马尼亚的顶尖悍将，实力自然是绝对的不容小觑。奈何散打出身的鄂美蝶同样在武术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，甚至就连格斗女皇张伟丽见到她都要尊称一声大师姐。因此这场比赛，科丽娜如果想要拿下胜利，那简直是难于登天。而从两人此时的架势就知道，双方都没有打满3个回合的打算。不过既然科丽娜敢跑来踢馆，那中国勇士一定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啊，连续侧踹。这个科丽娜没有做功课，查不到中国这位鄂美蝶啊是这个侧踹的高手。这个有点违规，夹紧了有点过硬身。自由搏击这个是可以全腿膝都可以使用，但是呢不主张摔。这是主动的夹紧的摔。不允许主动的摔，但是接腿摔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在过去啊，这科丽娜是欧洲的拳击冠军。战绩相当的辉煌。在两人对峙期间，鄂美蝶由于重心不稳，不慎滑倒在地，而急于求成的科丽娜居然还举着拳头想要上前乘胜追击。看来是刚才鄂美蝶施展的招式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，为了赢劲，擅自把自由搏击的规则改成了综合格斗，想要打地面。不过对于有着十足信心的鄂美蝶来说，这么一个小插曲并不能影响到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比赛状态。他作为中国散打领域的佼佼者，岂会惧怕这么一个稍有名气的小老外？今天不说将他打得彻底躺尸，最起码也要让他感受到中国功夫的真正实力才行。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怎么接这个侧踹。对，如果平时没有训练的话，他完全防不住侧踹。没有跟鄂美蝶讲，还好他遇到的选手都没做功课，要不然对侧踹也其实蛮好接的。所以上次鄂美的输给黄金女排，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啊，吉米马对，包括这个鄂美蝶对自由搏击的比赛也要进一步。我们的吉米马目前他在荷兰，然后温克兰就找他练这个力气，还有这个 MMA， 对，是好朋友。对，也不知道科丽娜这家伙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他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头猛攻对手的内围，而无论鄂美蝶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始终不能阻挡他猛攻的步伐。先不说他的实力怎么样，就这超强的抗击打能力，绝对能甩其他选手10条街。鄂美蝶每一次施展的侧踹都在精准的同时还非常有力，但科丽娜却总能拍拍屁股，完好无损地站起来，投入到新一轮的战斗当中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今天想要以 KO 的结局结束比赛，恐怕就比较困难了。说鄂美蝶赛后打完以后重新练习了这个自由搏击规则，而且鄂美蝶的组合啊，都配合她的一个出身，上头了啊，可以上头，对，这个变化非常好，上头就可以 KO 的可以上头的，是。在上头的同时啊，这个支撑者转一下，力道会更大。好。我们鄂美蝶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，所以让南方选手没办法竞争。科丽娜为了赢下这场比赛，也是真的拼了命了。即使首回合被击倒多次，也没有让她降低自己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。不过打出的拳头杂乱无章，想要重创鄂美蝶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反观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中国选手，也基本上掌握了比赛节奏。更何况散打出身的他，还对中远距离控制得非常好。只要科丽娜有一点进攻的苗头，那鄂美蝶绝对会拉开两人的安全距离。以为自己称霸了罗马尼亚拳坛就能天下无敌，未免也太狂妄了。这个可以应该连续组合，刚才
打到一拳以后又接着打下一拳，是不是可以接这个机会？好，这个镜子直接把被踹了好几下以后，我觉得科丽娜也有点顾忌。其实散打选手特点嘛，那个屁股面对对方，那个整个侧踹。虽然这才只是第2回合，但相信大家都能预料到最终的结果。看似科丽娜一直在猛打猛冲，但实则厄美蝶施展的精准打击却能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还在顽强坚持的老外绝对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而长时间的拼拳换脚也对两人的体能和心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尤其是对于身处劣势的科丽娜来说，更是遭受着双重打击，打不过就算了，防也防不住，那比赛结束以后身体受创就算了，心理上肯定也会出现阴影。厄美蝶做失重的时候，我应该在往下用力拉一点，没有威力。好，第3局比赛开始了，红方是中国的厄美蝶，蓝方是罗马尼亚的科丽娜。到现在，厄美蝶就靠这个侧踹来释放，还有他用身体力量的一个摆拳的组合已经重创了科丽娜。非常好。好。每一下都伴随着厄美蝶这么多次重拳精准命中，居然对老外造不成一点影响。不过从他前2个回合拿到的有效点数来说，还是有很大几率能赢下比赛的，除非科丽娜能在最后一个回合通过 KO 扭转局势。奈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。强势来滑踢馆的科丽娜根本就不是中国女将厄美蝶的对手，甚至无论是对体能的分配，还是对细节的处理，科丽娜都菜的抠脚，只是一味的发起进攻，却没有任何打法战术可言。那他能撑到第3回合就已经是福大命大了。选手要小心一点，对，这样出来对他的膝盖是有蛮大的伤害。所以蓝方选手不太知道怎么进攻了。对，然后再接腿摔这个东西。可以吸攻。对，好，这个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，由这个厄美蝶吃下来了。但话讲回来呢，中国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在吸的训练比较少，对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有欠缺，还不是很懂。对，长时间的拼拳换脚让比赛也进行得十分焦灼，而手握大比分优势的厄美蝶也依然没有放松丝毫警惕。毕竟科丽娜能8战全胜，且6场比赛都 KO 对手获胜，那她重拳的威力还是不能小看的。可能自己稍微一个疏忽，就被会一拳瞬间结束比赛。在接下来的1分钟时间里，只要厄美蝶能保持优势，那基本上就已经胜券在握了。将近9分钟的激烈对拼，别看科丽娜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还能活蹦乱跳，但实则大腿的肌肉群早就已经波涛汹涌了。刚刚选手看起来是像好拳击，因为他进身的时候没有出法，然后腿法也比较少。对，他是拳击冠军，可是没有把威力做出来。对。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，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打。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，气死了。打不错。好，比赛结束了。最终，厄美蝶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厄美蝶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